91年，一直在这个位置呗。坚持这么久，我开这种老事儿的有一天，也就为了是怀旧呗，是不是？80后、90后。是，就是这感觉太好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司马路刚子。今天这期视频呢，可能会让很多80后、90后的小伙伴啊瞬间飙泪。我现在的位置呢是沈阳市大东区的联合路联合游戏厅。先看看这个游戏厅的外墙，这种老式的栅栏门，镀金的门窗，马赛克的墙体，这种最老式的大门，纯的水泥地，处处都体现着怀旧啊。10块钱的被子，现在被子是5毛钱一个啊。我记得我小时候是1块钱4个，兄弟们，你们玩的时候是1块钱几个？现在呀，咱也有钱了，任性了。小时候没买过这么多被子。咱家开多少年了？这个游戏厅啊，91年，一直在这个位置呗。坚持这么久，我开这种老事儿的游戏厅，也就为了是怀旧呗，是不是？80后、90后。是，就是这感觉太好了。这还写的定版不赔啊，这个标语太令人怀念了。这款游戏大家还记得吗？我们小时候叫黄帽啊，因为这个主角戴了一个黄帽子。小的时候啊，不光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游戏上了，还要防止小流氓抢你币子。我感觉来这里玩的呀，都是当年的同一批人呐。再过若干年，这就是一个妥妥的老年活动中心吧。在这儿啊，玩的不仅仅是游戏，更多的是追忆自己的青春吧。现在我们提到游戏厅，一般人能想到的就是商场里的电玩城吧，那种夹娃娃、推币机、跳舞机以及赛车、摩托车和打枪。而真正的老街机游戏基本已经看不到了。当年1块钱就可以买4个币子，但是那个时候工薪家庭的工资也不高。我上学的时候啊，抻面才3块钱，盒饭也才5块钱。但是那个时候的游戏虽然好玩，但是在老师和家长的眼里却如同洪水猛兽一般。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个词叫3厅1社，3厅、游戏厅、歌舞厅、录像厅，1社、台球社。这几个地方啊，基本涵盖了社会小混混和小流氓的聚集地了。学校不让我们去，无非是怕我们学坏。其实啊，歌舞厅小孩都不会跳舞，录像厅据说有时候有好看的电影，但我们太小也不感兴趣。台球社我们更是连案子都够不着啊。唯独这个游戏厅是真的让几乎所有的男孩子着迷啊。其实啊，绝大多数的男孩子啊，既不打架斗殴，也不吸烟吐痰，就是为了玩个游戏，还能坏到哪儿去啊？反正现在的中小学生守则里啊是没有这个规定了。其实啊，主要也是因为现在这种场所几乎绝迹了吧。但是啊，不得不承认，最早的街机厅呢，确实是灯光昏暗，烟雾缭绕，很多社会小青年和闲散人员成天的混在这里，被抢零花钱，被抢游戏币，那也是常事儿。偶尔啊，还能在游戏厅的屋里和门外欣赏一场精彩的真人快打。最早的时候啊，其实根本不敢玩，站在比我们还高的几个机台面前呢，看别人玩，感觉就是一种天大的享受了。而当时特别火爆的游戏，像街霸2这种啊，甚至只能从人群的缝隙里看别人玩。但是那个时候是真的快乐呀，素不相识的不同年龄段的人可以坐在一起，要么一起配合，要么一起切磋，玩得不亦乐乎。现在的孩子要么沉迷于手机和平板，要么忙于各种补习班、特长班，真的缺少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。虽然我们80、90后长大特别累，但至少我们有一个无忧无虑、特别快乐的童年。现在长大了，可以随心的玩游戏了，但是却再也找不到能和你一起逃学玩游戏的人了。打破青春怀旧的滤镜以后，我们不得不承认，街机文化的确有它黑暗的一面。当年那些擦边的内容，模拟的赌博，固然满足了部分青少年的叛逆情怀，但也多少拉低了整个街机游戏的格调。这也是有一段时间国家封禁游戏厅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如今时过境迁，沧海桑田，大部分80后和90后的生活被各种压力和为生活忙碌占据着。而现在的小孩子们放学后的娱乐再也不是捉泥鳅、抓蜻蜓、弹玻璃球，不再是用手里的5毛钱去买棒棒冰，去游戏厅打游戏，取而代之的是写不完的作业、上不完的补课班，即使是闲下来的时候，也是王者荣耀，用手机刷短视频。
简简单单的娱乐就可以陪我们走过整个童年的那个时代，恐怕也是一去不复返了吧。我们现在每天的生活被各种工作、学习、应酬、社交所充斥着，也让我们渐渐地忘记了小时候最纯真的快乐生活。现在想起那个幼稚而单纯的年代，仍然有许多美好的回忆。我怀念那个很容易就能得到满足的童心，怀念那个物质匮乏但是却又感觉拥有了全世界的小时候，怀念父母不在家偷偷玩游戏的胆战心惊，怀念放学后2块钱就能拥有一个快乐的傍晚。而现在这些美好的东西都不复存在了，我们能做的也只有怀念了吧。记得关注再走哦。